就是我要带大家把咱们之前开发的所有的代码给它上线一下，包括前端上线，还有后端的上线，能够让用户去访问的。部署之前，你肯定要先有一个服务器，那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演示也是用这个2核2G 的服务器啊。好，那现在这一台呢，就是我之前已经买过的服务器，那我把它重置一下。那首先呢，我要去重装一个系统，去使用这个宝塔 Linux 的面板。那这个就是一个能帮我们运维Linux 系统、运维服务、帮我们安装软件、帮我们监控 Linux 系统的一个工具。那这个就是你购买服务器之后能看到的页面了。那等会儿的话，就是我们也是以这个 IP 为例，带大家去上线我们的项目，尽量啊，就是不要把这个 IP 到处甩。虽然说别人能通过网站反查到你的 IP 地址，但是你不要自己把这个 IP 地址在网上随意的暴露啊。好，那首先呢，你初始化完一个服务器之后，我们点进这个应用管理，这里它会有一个面板的首页地址，等会我们就要访问这个地址。但是在访问之前呢，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大家看这个面板它默认是在8888端口启动，轻量应用服务器为了安全，它默认是不会给你开放8888的，你要手动在这里添加一个8888端口，否则的话别人是没有办法访问它的。首次使用的时候呢，你是必须要用这个登录服务器的方式来获取管理员的用户名和密码。那我们这里直接点击登录。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操作自己的服务器了。咱们复制刚刚的命令，然后执行。OK， 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获取到了宝塔面板的初始账号和密码。首次使用这个宝塔面板的时候，它会让我们安装一些环境。那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两种，一个是 LNMP， 一个是 LAMP。那这是两套我们外部开发常用的技术栈。那这里我肯定推荐大家去装这个 LNMP，N 就是 NGINX 外部服务器，所以我们这里就一键安装 LNMP。然后呢，在这个安装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先规划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项目，它如果要部署的话，它需要去部署哪些服务？那我们简单的做一个规划。那前端的话，我们就直接通过域名或者 IP 然后来访问。那我们的后端呢，其实它也是可以直接用 IP 来访问，但是它会有一个后缀。我们的后端它会有一个-API 的后缀，这跟我们之前开发是一致的。然后我们后端实际呢运行在8120端口这里我们要通过 NGINX 去做转发，就是说我用户我就访问80端口。然后80端口访问到的是我的 NGINX 服务，然后我的 NGINX 呢识别到你的路径是-API，那我给你转发到我本机的8120后端服务。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很多同学上线项目之后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跨域问题。那我们如果通过这种方式用 NGINX 做转发，我的前端和后端的域名就是相同的了，就不会出现跨域问题。然后还有呢，我们的后端是不是依赖上一期刚刚讲过的XXL-job，这是它的地址。实际运行在80端口。那还有什么服务呢？咱们项目后端项目肯定需要数据库，还需要 Redis。然后的话，我们的对象存储服务其实用的是第三方服务，所以这个就不需要我们自己部署了，只要保证对象存储服务能够接收我们的这个服务器的请求不被拒绝就可以了。好，这个就是我们大致的部署规划。那有了这个规划呢，我们接下来首先要安装一些咱们服务需要的依赖。咱们需要这个数据库，需要 Redis， 那咱们需要 Java， 咱们还需要 Maven， 因为咱们的项目涉及到 Maven 自动化打包嘛。然后呢，咱们还要去把这个对象存储还有 XXL-job 给它调通。那我们想要去使用这些依赖，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电脑，我自己的电脑能访问到 MySQL Redis， 你必须要放通一些端口。那这里我就给大家放通了我们项目要用到的端口，都是我们刚刚规划中的。现在呢，我们先去搞定咱们项目需要的数据库依赖。首先，咱们的 XXL-job 那个定时任务调度平台。它也是需要连接咱们的数据库的，然后数据库名我再创建一个 XXL-job 来个小写的，用户名我就叫 XXL-job， 然后访问权限这里一定要注意，因为现在我们要先在自己的电脑上去连接来测试，所以这里就选择所有人。这里呢，我们在 idea 回到咱们的 XXL-job 这个项目，咱们可以用右侧的这个数据库面板，咱们新加一个 MySQL 配置，然后咱们把这个服务器的 IP， 然后端口3306，然后用户名和密码就是我刚刚输的，先测试一下连接。能成功访问，那就表示咱们数据库就搞成了。然后我们选中这个数据库的初始化脚本，选中它，然后全部执行，选中这个 Remote 远程的数据库连接，执行。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表有没有正常创建应该都出来了。我们看一下初始数据，都有。那接下来我们还要搞一个数据库，就是咱们的后端项目数据库名叫啥来着？大家还记得吗？好像是叫 MyDB， 对吧？那这里我们同样的再创建一个叫 MyDB 的数据库 ，MyDB。好，那我们现在在咱们的后端项目中，咱们去创建一个数据库连接，来测试一下这个数据库有没有安装成功。OK， 测试成功。那接下来我们依然是需要执行咱们自己后端项目的数据库初始化脚本。咱们找到 create table.circle 全选，然后执行，选择 remote 这个连接，执行。然后咱们这个数据库里就有数据了。那数据库完成之后呢，我们还要去准备一下 Redis。那咱们可以先把这个 Redis 让它装一下。
Redis，然后这里的话咱们就装7的稳定版本就好了，搜一下安装。那我们点击这个 Redis 的设置，这里呢它有一个叫性能调整，我们可以把绑定的 IP 让它改成0.0.0.0，就是保证所有的外网其他的 IP 都能够连接到 Redis， 然后这里我们给它设定一个密码，保存完之后呢，你一定要把这个服务做一个重载，一定要重载才会生效。那 Redis 和数据库的依赖都搞定了，那接下来我们需要安装一个 Java 环境。那我们点击网站，这里你可以选中这个 Java 项目，有一个 Java 环境管理，直接选择，直接点就行了。我们就安装一个 JDK 1.8，然后我们再安装一下这个 JDK 17吧，有可能也会用到。好，那除了安装这个 Java 之外呢，咱们的这个项目其实有一个步骤，就是我需要去调用咱们的 Maven 脚本，就是这个 Maven MVN package 命令，要去实现代码生成器的自动打包。所以呢，咱们的服务器必须要有这个 Maven 命令。进到这个控制台呢，咱们输入这个 sudo yum install Maven。咱们用 yum 这个包管理工具来帮我们快速的安装 Maven。好 ，Maven 依赖现在也安装完成了。因为我们的后端项目它是依赖 XXL-job 的，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 XXL-job 给起来。那咱们进到 XXL-job 项目的 admin 项目目录下，咱们首先要修改一下这个配置，要把这个配置的数据库连接的 IP 地址改成我们实际你自己的服务器的 IP 地址，把这个用户名和密码也要做一个相对的修改。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执行 Maven 打包了。点进这个 Maven， 选中这个 XXL-job admin life circle， 执行这个 package 打包流程。好，打包成功之后，在这个 target 目录下就能找到 XXL-job 的架包。好，那咱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架包扔到服务器上了。点击文件，咱就把这个 XXL-job 的架包先扔到这个宝塔面板的根目录是 3W root 这个位置。好，然后咱们把这个架包直接拖上去，它就会上传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网站，就可以把 XXL-job 起来了。咱们找到这个 Java 项目，添加 Java 项目，然后这个项目的架路径选择咱们刚刚上传的架包的路径。端口的话，一定要跟你项目的实际端口保持一致。咱的 XXL-job 是8080，你这里也要用8080。点击提交，等它启动就行了。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访问一下这个面板，看能不能访问成功。咱们就访问这个 IP， 让 XXL-job 把它访问一下。能访问成功，任务管理，对吧？调度日志、执行器管理这些都有。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正式的进入项目的部署了。接下来咱们先部署前端，前端怎么部署呢？你的后端域名地址是什么，就把它改成什么。那这里我就把这个常量类 constants index.ts 把这常量类改成我的实际的后端的地址。然后我们接下来进入这个 package.json， 咱们执行这个 build 打包，然后咱们会看到一个 dist 目录，咱们右键在文件管理器中打开它。咱们要把这些文件扔到服务器上完成部署。首先，咱们的服务器需要能够提供访问到这些文件的外部能力，对吧？那咱们要点击这个网站，点击添加站点。那这里你必须要配置这个域名或者 IP， 否则的话是没有办法访问到咱们的 NGX 的。好，点击提交，创建站点。然后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把这个文件，注意是 dist 里的文件拖过来，然后开始上传。然后咱们文件上传完了，就可以访问一下了。访问。现在前端就部署好了，对吧？为什么它获取数据失败呢？因为咱们后端还没部署。但是其实这里会有一个坑，也是很多同学上线项目的时候经常遇到的坑，就是我跳到一个非主页的路径，对吧？现在是能点，但是我刷新一下，为什么就出现404问题了呢？其实咱们的服务器上是没有.add generator 这样的一个文件的。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你用了什么框架，你就去看这个框架官方的部署文档。这里就有一个，如果你要使用 NGX 部署怎么办呢？你要去把这个 try files 给加上，咱点进这个配置文件，把它粘到这里。如果找不到，它就会尝试去找其他的文件，比如说就找我们的 index.html， 那这个文件是存在的，相当于作为了一个备选文件。所以基本上你用 Will React 框架开发出来的网站，可能只要是非静态网站，就动态路由的网站，都需要用这样一个配置，然后保存它。我们再刷新。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部署后端，首先咱们进到这个后端项目，咱们要去改这个 prod 正式环境的配置文件。第一个数据库，然后 Redis， 然后再往下有一个叫对象存储的配置，还有一个配置就是这个 XXL-job。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打包部署了。点进这个 Maven， 执行这个 Maven package 打包，然后打包之后你得到一个架包，然后我们要把这个架包给上传到服务器上。这里你部署到自己想要的位置就好了，然后上传这个架包。
OK，上传成功，然后我们进到网站 Java 项目，添加 Java 项目，选中咱们刚刚上传的后端脚本。好，这个地方呢，好，我们就激活这个 PIOD 生产环境的配置，然后确认一下这个配置有没有问题。那如果你的服务器没办法部署很多项目，就把这个占用的内存改小一点。我自己的本地现在就是 Java 17，所以我就选 Java 17，端口选8120，保存。好，你看到这个端口号占用成功，日志也没有报错，那就是成功了。咱们就不用开8120端口，咱们通过 nginx 去做转发。好，找到 nginx 的配置，点进这个配置文件，咱们再加一个转发的规则。那这个配置是什么意思？我针对这个-API 开头的前缀这个地址做一个转发，把它转发到咱们当前就是本地这个服务器的8120端口。好，那接下来我们访问后端的话，你就不需要加端口了。访问一个-API，这是不是 Spring Boot 的界面？就访问到后端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测试验证咱们整个项目的部署是否正常了。来，点进前端看一下，是不是？现在就可以了吧？然后登录，鱼皮123456788，直接登录。OK， 登录成功，大概就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就验证一套整个的流程啊，比如说搜索啊，比如说创建生成器啊，然后详情页啊、下载啊、在线使用等等等等功能。咱们先来个搜索，比如说外卖，哎，搜出来了。咱们再去看一下这个管理页，用户管理出来了吧？生成器管理出来了吧？然后咱们来创建生成器，来这里我们上传一个图片。那接下来我们验证一下生成器的上传啊，我就随便改一个好吧，我就找到这个，我验证一下修改，下一步，然后我上传，我随便上传一个包，我就上传这个压缩包吧，好吧，4.67兆应该是咱们之前做好的，上传提交，哎，可以了，咱们再验证一下下载，大家看这个下载很慢啊，其实，这就是我服务器的带宽太小了，哎 ，OK， 下载完成，大家看它的大小，4.67兆，跟我们上传的一模一样。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个上传下载也已经验证完了。那接下来我们要验证一个叫在线生成器在线制作的功能，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功能，对吧？这就是我们的之前造好的一个数据，点击编辑。那这个数据其实就是我们 ACM 示例模板项目的模型配置还有文件配置都填好了，咱们直接去使用在线制作功能。好，我们这里上传一个咱们在线制作可能要用到的代码，上传 SRC， 然后点击制作，准备啊。咱们看一看，肯定是会有问题的，这想都不用想。为什么呢？一定要先从日志出发，看一下这个地方，咱们的在线制作是不是要把用户上传的代码给制作成一个代码生成器？是需要打架包的，对不对？那打架包呢，就需要去使用 Maven， 使用 Maven 呢，你就需要去下载依赖，对不对？但是你看它卡在这里了，咱有没有办法优化一下？其实这里我建议大家啊，你就去在服务器上去配一下这个 Maven 的镜像源。不要让它从国外的那个服务器去拉取，咱们找到 Maven， 点进来，双击，哎，可以在线编辑。那这里我们搜一个叫 Mira 的东西，那这里我已经给大家找好了咱们的阿里云的镜像地址，我就把它粘过来。保存之后，咱们再试一试，看这次依赖下载是不是就从阿里云下载了？刷的，你每次刷新都会有新的值，之后制作就会快一些了。啊，这个构建还是挺耗时的。然后呢，接下来咱们验证一下在线使用，咱们就生成一个。是否需要 get 就 true， 是否需要循环 true， 然后作者我就随便写一个鱼皮，底下就是哈哈生成代码，看一下，保存，点 src， 咱们进去看看生成代码对不对？看一下，作者鱼皮有循环，哈哈，对吧？那现在呢，我们这个代码生成器的整个的项目就部署完成了。那至此呢，咱们整个项目就部署完成了，咱们的代码生成器项目也就到此为止了。经过了整整15期啊，差不多40多小时的教程，然后15万字以上的文字教程，这个项目终于搞定了。然后依然是讲的比较细的，也希望大家就是好好学习吧。这个项目如果你能把它拿下来，绝对能学到非常多的东西。这个项目就有深入的业务场景，有真实的性能优化，